好，我们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这个是盘子里面是这个花青和藤黄。现在我们来加一些水，然后等一下把它调和。水好像加多了一点，加多一点没关系。我们给大家示范的时候，我们可以画淡一点，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如果我们示范的时候颜色太深了，可能大家就没有看到它的结构。好，我们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加墨进来，把它调成一种墨绿色。为什么加墨？就是不要让它的这个颜色太鲜艳了，我们把这个绿色给压下去一点，让它的颜色更加有默认感，就是更加雅一些。就是这个是我画叶子的颜色，就是我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因为我不想把叶子画得太绿了，所以我这个是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墨绿色，然后在笔尖蘸浓墨，然后再去画这个叶子。好，调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还是一样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画的时候。好，我们的这个笔上是有我们刚刚调的这个颜色，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笔尖蘸一点浓墨这样子笔尖蘸一点浓墨，然后就可以画了。好，我们开始给大家示范这个叶子。好，我们画叶子，先轻轻的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然后再提起来。这个是一笔，然后我们还再继续加第二笔，轻轻的按下，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上面一笔，然后再来轻轻的下笔，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这边一笔，然后下面再来一笔，这样子就是一片叶子了。我们的一片叶子由3笔组成一片叶子。好，我们再画一下其他方向的各种方向的这种叶子都是一样轻轻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你可以提一个尖你可以这样子往后带一下，然后这边一边一笔的时候，你要一边大一边小，不要两边都画着太平均了，太一样大。好，我们再来画一下各种方向的轻轻的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然后再提起来，然后上面一笔，下面一笔，这2笔要有所不同，要一笔大一笔小，要有所区别。好，然后各种方向这个朝这个左边轻轻下笔，重重的按下去，然后提起来。像这个方向你提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带一点点勾就感觉是这个叶子它有一点这样反转过来的这种感觉。还是一样的，一边一笔一边一笔，一边大一边小，要有所不同。好，这个是叶子。我们再来画一个小的组合叶子，小的组合就是3片叶子3片叶子，我们先画中间的这一片，轻轻下笔，重重的按下去，然后一边一笔，一边一笔，然后它这边这个是一片叶子，3笔组成一片叶子。那么一个小的组合是3片叶子，来这边一片，这边一片，然后这边一片。你看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要有变化，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小的组合的叶子，你要注意什么？要注意每一片叶子这种大小这种关系，大小的这种对比，你不要每一片叶子都一样大，长得一样，它这样子就不好看了。好，我们再来一个小的组合。
轻轻的下笔，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一笔，一边一笔可以一边大一边小。好，笔上没有这个颜料了，我们用还是一样沾一点点这个绿色，然后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浓墨，笔尖蘸一点浓墨，然后一边一片啊，一边一片。这2片你可以有所不同，然后你这边可以画一个这个侧面的，好，再加上它的一个叶柄，好，这又是一个小的组合，这个是3片叶子的一个小组合。那我们的整个一个大组合，它就是要有3叉9顶，就是9片叶子。好，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叶茎啊。就是好多家人就是勾这个叶茎总是勾的不是很理想。我们勾叶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浓墨，用浓墨来勾啊，直接用这个浓墨。当然越浓的叶子就用更浓一点的墨。如果说你画那种淡一点的叶子，就要用这个浅一点的墨。好，我们勾叶茎的时候，从中间开始啊，第一笔这个主心的你勾到边上一点。你把这一条线你画到这个边上一点，那么它就是这个叶子就侧一点。如果你画的正中间，那么就感觉这个叶片就是一个正面的。好，你看一片叶子上就勾个2、3笔。你看这一片3笔，这一片我只勾了中间1笔，两边这一边2笔，这边就1笔，就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一直勾，不要勾太多了啊。你看这个我勾到中间一点，放到中间一点，这一片叶子就感觉是比较正面一点。好，我们就勾这么多就可以了。那这一个我们又往边上一点，你看往边上一点就感觉这个叶子它会稍微有一点点侧面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勾叶茎的时候，像这些空啊空，你看这个小空大空再大空再小空，你看每一个空间我们都要留的有这个变化。每一个空你勾的时候，这每一个空都要有变化，不要勾的太平均了，不要像这样子勾哈。我们来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千万不能这样子勾，这样子就勾就不对了哈，这样子勾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要这么勾，这2笔1笔1笔，你看这里留的每一个空它都会有大小的这种变化，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是错误的，好不好？我们不能这么勾，而且勾的时候不要太平行了，要斜一些，这个线要往下斜一点，这样子勾出来这个叶茎它才会漂亮，才会好看。好，我们来继续，来继续把这个叶茎勾完哈。这一笔也是一样，从这个侧面一点来勾1笔。好，这个下面2笔，我这上面就1笔，让它每一个空都有区别，不要一样的。好，这边你看不要勾太多啊，不要勾的太多，勾的太多线的话，你到时候你这个叶子就很明显的就一眼看上去就看到这个线了，就很跳，有点跳就不好看。要自然的融合进去，让这个叶茎自然的融合到这个叶子里面去。那这边1笔，那这边还可以，你如果说太少了，你可以加一点这个小的也可以啊，可以加一下。好，这个有点晕开了，我们就不勾了啊。这个是叶子。好，我们再画一个这个3叉9顶的这个组合。那我们的一片叶子的一组叶子的话是一共有9片，9片叶子，然后3个叉，就是组成的一个3叉9顶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画叶子的话，叶柄用的是叶柄，还有嫩叶嫩芽用到，要找一个这个画嫩枝干的这种叶子啊。我们的就像我们的叶柄也会用到是这个颜色，不能说全部用一样的颜色。叶柄用这个3绿、藤黄还有朱标、胭脂来调色画。既然示范，我们就也示范的
就也严肃一点点，不能说随便画，我们也把这个颜色还是按照我们正常画的时候的颜色来，好不好？好，我们用这个画嫩叶子的这支笔来调这个三绿藤黄，调一点这个珠标，然后沾一点点这个胭脂，然后我们来画一组这个三叉九顶，你看这个枝干是从这里出来，然后再沾一点颜色。然后这个是一支出来，它会分3个叉啊，3个叉，从这里出来一个叉，然后这边可以来一个叉，这边来一个叉，然后这边可以来一个。你看你画这3个叉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把这2个角度不要让它一样大，可以2个挨近一点，1个远一点，这样子去分，不要把它分得太平均了。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就要去共性。假如说你这个物象你长得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出来啊，这个物象是这样子，3个叉这样子平均，那这样子就不好看了。我们在画的时候要去共性，去找不同点，去画出变化。在变化中，艺术就是要经过这个就是要有这种对比性，强对比更好，强对比更能突出你画的这个重点。好，我们来还是一样画叶子啊，画叶子还是调我们这个墨绿色，调这个墨绿色在笔肚里面，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笔尖再蘸点这个浓墨，好了，可以开始画。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哈，先画最近的这一组，先画中间这一个叶片啊，轻轻下笔，我们重重的按下去。然后一边一笔，2笔都要有所不同啊，一边大一边小。好，这个是一片叶子，那一片叶子它一边还有一片。好，笔尖再补充一点深色，我们这一片可以画小一点，让它盖住这个，让它遮挡住这个叶柄，让它有这样的一个层次。还有这边还有一片啊，这边还有一片。2片、3片都要有所不同，在这个姿态和形状上，这个叶子都要有所不同。我们这一片可以带点钩，让它感觉有点翻展过去。好，这个是一个小的组合，我们再加一点颜色啊，笔肚上加一点墨绿色，笔尖加一点浓墨，然后我们再画这一组。画这一组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先画这个中间的这一片叶子啊，轻轻下笔，重重的按下去。中间这片叶子通常是最大的，好，你就这样子轻轻下笔，重重按下去，然后再提起来，画出这样的一个形状。要提的自然哈，不要特意的去怎么样去有什么动作，要自然。然后2边各一边一笔啊，这个是3笔，这个就是一片叶子。好，笔尖我们再补充一点深色。还有这个一边还有一片啊，一边一片，这一片这么大，我们一边一片可以画小一点啊，一边一片，轻轻的下笔，那一边一片，我们这一片叶子我们可以画小一点。好，我们这边还有一片，这边一片我们可以画长一点。好，这个3片叶子，我们把这个叶子画的这么规矩，就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如果真正我们在画作品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到时候你画熟了，你熟悉的时候，你可以再画自然一点，你这个笔可以再快一点，把这个叶子画的再飘逸一点，再有变化一点，形状会更加有变化，会更好。但是现在是教示范教你们怎么画叶子，所以我尽量把每一片叶子都表达清楚，让你们看得清楚，好不好？好，再补充一点颜色啊，笔肚上补充一点墨绿色，笔尖再蘸一点浓墨，然后我们再画这一组，我们这2组挨得很近，我们这一组可以把它画远一点啊。好，轻轻下笔，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我们带一点钩，这一片可以让它有一点变化，让它有一点翻展过去的这种感觉，还是一样哈。2边各一边一笔啊，2边各一边一笔，这个就是一片叶子。
那么这边这个小组合还是一样，有3片叶子啊，有3片叶子。好，这边也是一片，这边又是一片叶子，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2个组合我们的3片叶子都看得到，那么这个组合我们可以画一个侧面的叶子啊，画一个侧面的。好，这样子的，这就是一个完整的3叉9顶。我们再最后把这个叶柄再补一下。最后把这个叶柄补一下。好，我们来勾一下它的叶筋，勾一下叶筋，用这个浓墨还是一样，用勾线笔，用我们这支勾线笔，用浓墨。就是勾叶筋的时候，刚刚有教了大家，所以我现在直接这么勾，大家可以看着一下。勾叶筋不要勾太多了，一片叶子上勾个2、3笔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3叉9顶，3叉。3叉9顶，这个是3个叉是代表什么？这一个枝、一个叶柄、一个叶子组合出来一个枝，分的这3个叉，一个叉、2个叉，一个、2个，这里是3个叉。3个叉，每一个叉上是有3片叶子。你看，1片、2片、3片，这里也是一样，1片、2片、3片，这也是1片、2片、3片，这个总共9片叶子。这个就形成了一个3叉9顶。我们所说的画叶子要画出这个3叉9顶。当然我们画作品的时候不一定说每一个组合都要3叉9顶，我们要根据这个画面去组合。那还要看的话，我们再画几组。我们先来画一个叶柄，叶柄我们还是用这个3绿加藤黄，加一点这个朱标，然后笔尖蘸胭脂来画这个叶柄。我们画一个朝下的啊，画一个朝下，从上往下，来往这里，中间的这一组，这里来一组。好，这里来一组，这个角度要不同啊。这个角度，这2个角要有所区别，不要太平均了。好，这个3个叉，然后我们再画上这个它的这个9片叶子，9片叶子还是一样。我们先把我们调好这个墨绿色啊，调好这个墨绿色蘸到这个笔肚上，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我们画的时候不要让水分太多了，然后我们的笔尖再蘸这个浓墨，来画。好，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啊，画中间的这一片啊，轻轻下笔，重重的按下去。你可以带一点勾啊，你喜欢带一点勾，你可以带一点勾。如果说你想要画圆一点，你就直接画到这里就停，那么它就是一个圆的叶子。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叶子的画法也有很多种，看你自己喜欢啊。然后两边各一边一笔啊，这个就是一片叶子就完成了。我跟大家示范的时候都是每一片叶子尽量画清楚，让大家都看得清楚。然后你们在自己画作品的时候，你可以不一定说一定要画的每一片清清楚楚，你可以有一些变化，画歪一点呐，或者是笔上有一些动作呀，让它这样子有飘一点啊，都可以啊。但是示范的时候尽量让你们每一片都看清楚啊。然后这里是一片啊，然后这一边还有一片，好。
也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好，我们笔上现在干了，我们可以加一点颜色，笔肚上加一点墨绿色，笔尖蘸一点浓墨，然后再画这一组。这一组我们可以画叶子可以长一点，水分有点大，但是没有关系。好，这个是一个小的组合，3片，这个是一个小的组合，就有3片叶子。那我们再画这一组的，再画这一组。同样一下，笔尖里面蘸一点，再加一点颜料，加一点颜色。这一组我们可以画长一点啊，画长一点，中间一笔大的，通常最中间的这一片是最大的一片啊，一边一笔，一边一笔，这样子就是3笔又组成了一片。然后我们这一边还有一片啊，一边还有一片。好，我们加点颜色，加点颜色。这个3片叶子又完成哈，这一组的3片叶子。那还有这一组，还有这一组。那么这一组我们可以在它的在这一组的后面去，在这一组的后面去。这一组的后面，如果我们要画后面的这个层次，我们可以把它淡一点点，颜色稍微淡一点点。好，还是一样，先画中间的这一笔，中间这一笔，中间一笔大一点的这一片，然后旁边一边还有一片啊，一边一片，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淡一点的层次啊。这叶子的这种形状也会有一些变化，可以把它画小一点，让每一组叶子稍微有一点区别。然后我们最后再把它的一个叶柄再把它补充一下。好，这个又是一组叶子，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示范，这每一组叶子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9片叶子，我们再勾一下这个叶茎啊。好，这个又是一组叶子，这个又是一组3叉9顶的这个叶子。好，我们再来画一组，好，我们再来画一组比较横着一点的啊，横着一点的，比较有这个。好，从这里来，然后这里一组，这里一组。到这里这一组，好，这个又是3个叉，然后我们加上这个9顶叶子，还是一样，我们把这个墨绿色先调到这个笔肚上，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笔尖再蘸这个浓墨，去画。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啊，先画边上的这一片叶子，让它有一个遮挡。这个叶子可以稍微的，你可以画大一点啊，两边各一边一笔，这个就是3笔组成的这一片叶子。好，我们再加一点颜色，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片把它画成一个侧面的这种感觉，画侧面的感觉，你就这样子侧锋来，那它这个枝干从这里长出来啊，这里侧面的啊。你看这样子下来，它就是感觉是一个侧面的叶子啊，看到没有？我们就2笔就可以了，因为它另外一笔在
在另一边可能我们已经看不到了。然后我们在这里，那这边还有一片叶子是吧？那还有一片叶子，我们就不要把它伸出去，我们可以直接画一个侧面的。你把它画了伸出去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我们直接画一个侧面的就可以了，画一个侧面的。这个就是画一个比较有这种层次的叶子，然后我们再画后面的这一层，后面这一层它是有遮挡的，我们可以把后面一层画淡一点点啊，画淡一点点。画淡一点的时候，你就笔尖去蘸一点水，然后再蘸一点墨就可以了。我们先画中间的这一片，先画中间这一片叶子，还是一样，轻轻下笔，重重的按下去，一边一笔。好，这一边要加一点墨，加一点墨进来。好，这个也是一样的三片叶子，这个是一片，那这一边还有一片啊。那还有一片，它在这个后面，我们可以把它画淡一点，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层次，让它也是一样垂下来了，垂下来，在这里看到一点点这种感觉就可以了，不用说太去刻画，因为我们毕竟是写意的，不用说去像工笔一样的把它刻画的太清楚，大概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一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画？每一次我们画这个组合的时候，就有这个，不管我们画整个画面，还是画一个组合，一组叶子，都要有这个疏密关系。你看画面的时候，你整个画面的时候，你要有疏有密，还有大空小空，还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对比。我们画一组叶子的时候，一样的要有这个疏密关系。你看，我们把这两组叶子画在一起，然后我们另外一组我们就要画开一点，让它有个多的和少的对比。多的少的对比，同时它也是一个密的和疏的这种对比。我们一直在讲画画就是在画对比，有了对比，它才会这种艺术效果才会出得来。艺术它本身就是我们来用这个笔墨进行去夸张提炼，然后概括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再画这一组还是一样啊，轻轻下笔，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一笔的时候要一笔大一笔小，让它有变化。不管哪个地方，我们都在讲这个变化，要大家一直在讲的是这个变化，要注意这个变化。好，然后一边一片，好，这一片比较短一点，我们这一片我们可以画长一点，让它又有变化，每一片它都有变化。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再把它的这个叶柄再补一下。这个枝干的话，我们最好不要重复画太多，重复画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好，我们再画上勾上这个叶茎。我们给大家示范的时候画的特别清楚，你们都看得清楚吧？每一片叶子我都把它尽量表达清楚，不像如果说我们真正画作品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说画的那么清楚了。好，我们继续来，这个是比较侧面一点啊，我们这边就留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侧面的我们就这样子勾，也要错开来，这个筋也要错开来。好，笔上有点干。好，这一组叶子就完成。看一下这个叶子，中间的这一片通常会大一些，基本上有我这支笔的1/3，比1/3还要长一点啊，大概有1/3那么长。好，这个是又画了两组叶子，都是朝下的，但是姿态会有一点不一样。
姿态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画叶子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不能画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多画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姿态的。正好尺子在手边啊，那就量一下。中间这一片有10厘米啊，中间这一片有10厘米，旁边这一片有8厘米，然后这些小的看一下有7厘米，小的有7厘米。好，我们继续画叶子，画一组叶子吧，好不好？画一组吧，我们来画一组叶子。那我们先来用这个三绿藤黄，然后这个朱标、胭脂，我们来画一个枝干啊，画一个嫩枝干啊。我们来画一组叶子啊。好，随意的画一下啊，随意的画一下，随意的画一个嫩枝干，然后我们让它来长2组叶子上来。从这里长一组出来，这里来一组，这里再来一组。好，这个是3个啊，一边2个，一边就1个。然后我们这个1个枝干上还要分3个叉啊，要3个叉。看一下怎么长啊。我们可以把它长回来，这样子，这3个叉这样长，这个枝干画实一点。好，这边这3个叉这么长，来给大家画一个组合啊，画一个组合。好，这么长，往它这一边又往这边来长。好，这一组的话，它在后面，我们先不管它。这一组在后面，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画这2组叶子，先画这2组。还是一样，我们把这个画叶子的这个颜色，墨绿色调在这个笔肚上，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笔尖蘸这个浓墨。好，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叶子啊，蘸浓一点啊，这一组我们画的浓一点，让这一组叶子盖住这个枝干。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片。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样子画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啊。这一笔下去这么大就这么大，最好不要重复啊，尽量不要。在笔肚上再蘸一点墨绿色，笔尖再蘸一点浓墨。好，我们这个枝干出来，这里有一片啊，往下一点。好，我们这一组就画的跟刚刚那个有点像，这里就画一个侧面的，这个画一个侧面的，这片叶子来大一点。这个是一个小的组合，3片叶子，那我们再画这一边，这边先画这一片，一小片啊，一小片，然后我们再画中间的这一片，中间一片一样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然后这一组这里还有一片啊，3片，然后这里是2组，那后面还有一组，我们要画到后面这个层次。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这中间先画中间这一片，可以大一点啊，宽一点，大一点。这一笔可以小一点，这一笔可以大一点，这笔可以小一点，长一点啊，长一点。好，这里来这样子的一组，然后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啊，一样的可以先画这一组，中间的这一笔先出去，边上一边一笔，
下面一笔可以画小一点啊，这一组叶子我们可以小一点。然后这边还有一组啊，这边还有一组，我们先不画，我们来先画这一组，这一组大一点。上去也可以带一点钩，让它有点翻展的这种感觉啊，有点翻展的这种感觉。你看这个叶子的姿态要有一些不一样，不要每一个姿态都是一样的。好，这边还有一组，这边一组我们就可以画淡一点，让它在后面的这个层次，直接这么画上去，让它层次显得有这种叠加的这种层次感。那我们要画密一点，让它这个叶子有3个层次。你看这里只有2个层次，我们真正要画作品的时候，后面还要加一层这种更淡一些的这种层次。好，这个2组叶子，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在我们画的过程中，可能说要根据这个画面不停的去改变。我们刚开始设计这里2组，这里1组，那么这2组我们已经把它画在一起了。那这里还有一组，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组啊，这里再加一组。这里再来一组，那这边这个层次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要画，但是我们要画一些不一样的颜色的层次。如果我们要画这个组合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个嫩叶的这种层次啊，把这里加的更密，让这一块更密。你看这里露出一点点，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层次的一个处理。好，这个后面的这个层次，让它这里让密的地方让它更密，然后这边再跳出一组叶子来，让这一块很密，让这一块就有一个少的，这跳出一组。这个组合我们就画一个小的组合就可以了，不用画3叉9顶，就是这个小的组合，3片叶子的这种组合，中间1片，两边各一边1片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组合了。你看这个组合，这一片让它成为1片，就是多的，然后这里跳出来一个少的。这一组叶子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勾一下叶筋。下面我们给大家示范的时候，这个叶子调颜色调的有点浅，所以这个水分有一点点大，实际上我们画的时候，我们颜色要调浓一点，因为我示范的时候我怕调的太浓，它颜色就太黑了，大家有点看不清楚，所以我调的就特别淡，所以水分特别大。来勾一下叶筋，你看这个后面的层次，我们本身要画后面这个淡的，我们要用更淡一点的墨去画，这样子就显得它没有那么，我们画叶子的时候不要排队，不要每一片叶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让它感觉有点排队，我们就要有这种叠加的这种感觉。好，把这个叶筋都勾一下。勾叶筋的时候，一片叶子上勾个2、3笔就可以了，不用勾的太多。好，我们后面的嫩叶我们就不要用浓墨勾，我们就用胭脂来勾哦，用胭脂，嫩叶用胭脂来勾。
淡一点的叶子，我们就用淡一点的这个颜色来勾。好，这个就是一个组合，这个就是一组叶子。假如说我们在这上面加一朵花，那它就是一个小品了。今天这一个纸就有点小，那我们再讲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子去组合，为什么要这么去组合，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中间的这一条，是这个嫩枝干啊，这个上面是花，这个上面是花，嫩枝干。那我们这个叶子，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你看这里安排了一组，这里安排了一组，这个组是这一组在前面，这一组在前面的一个组合啊。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个叶子是第一层。那后面这个叶子，那它就是一个第二层，这个让它有一个层次，让它在后面。然后这里有一组叶子，这里有一组叶子，这一组叶子就跟这两组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多的和少的一个对比，多的和少的对比。那如果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这两组和这两组，我们因为今天这两组我们往这边长了，如果我们这两组叶子我们往外面长，那就形成了这一组多的和这一组少的对比。但是我们今天一画，把这一组的叶子跟这一组叶子画的混合在一起了，因为我们这个叶子是往这边长的，大家看到这一组叶子它也往这边长，那么它这两组混合在一起了，所以说这里就成了一个大的组合，就混合在一起了，就没有一个小的对比，最后我们就在这里又加了一组，这里又加了一组叶子，让它形成了一个这边这一块是一个多的，然后再跟这一块这个小的做一个对比。这个画面就是根据我们当时我们要画的时候这种情况去改变，我们要有画面感，要有这个画理在，不能说我们刚刚就画了这些叶子全部就这样子全部在一片了，那我们这里这个画面它就不合常理，它就不合理不合画理，因为它没有一个对比，没有一个多的是和少的对比，它整个这个叶子都在一片，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让它这个画面有对比，所以我们加了这一组小的组合，跟这个大的组合形成一个多的和少的这种对比，明白吗？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给大家示范这个老枝干。好，我们笔洗干净之后，直接调这个浓墨，直接蘸这个浓墨来画枝干。我们可以从上往下，也可以从上往下。我们先画一个从下往上啊。我们蘸一笔墨，一笔墨下去，从下往上，往上，有一些顿笔。我们偶尔有一个直的，好，有一种这种开叉的。那我们这一笔下去啊，这是一笔下去的，一笔下去我们要有什么变化？这个一笔下去，我们要在颜色上，我们要有这个浓，这个是浓的啊。你看这里有一些，这里是最浓的，你看这边是比较淡一点的，有浓淡。你看这里是什么笔？这是枯的，枯笔。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些枯笔，枯笔就是有一些这个墨不是说很实的，这就是枯笔，有浓淡枯，在颜色上又有浓淡枯，在这它形态上有什么？你看这里是曲的，这一块是什么？这一块是直的。我们一笔下去要有这5种变化，浓淡枯曲直这5种变化，我们一笔下去要有这5种变化。这个是我们的枝干，一笔下去有这种变化。当然你画完之后，一笔下去如果说觉得淡了，你可以再去把它调整一下。你看这边可以稍微的去把它这个调整一下，需要调整的加一下这种墨点啊，加上这种抬点啊，感觉这里稍微的把它去调整。那你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牡丹的这个枝干，它会有一些这种结节的这种东西，它不会长得很光滑，
它不会长得很光滑。你看一条枝干，你就这样去调整一下，这样画一下，一笔下去，这一条枝干就成了，是不是？这个老枝干这一条就成了，对不对？这样大家理解吗？我现在不用太复杂的，不用说什么干湿龙蛋枯，我现在总结的5大要素，总结的5大要素，大家记得，你一个枝干上一定要这5大要素，你这个枝干你就成立了，知道吗？明白吗？画成这样子就已经成立了。我再来试一次啊，怎么调墨？我这个里面墨已经没有了，再倒一点墨进来先。再倒一点墨。好，我们笔这样子哈，笔直接这样子洗，这里是一盆水啊，一盆水，笔洗了。你现在不洗笔，一个画完了，你直接这样蘸一下水也可以。你看这样子，平时我们洗笔了，是不是就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这样子甩不掉水分。你水分太大了，你画的时候就很多家人就是水分大了，你就画不出这种感觉，就整个就是晕开的，就没有这个姿态了。你看你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甩一下啊，甩不掉。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甩不掉，但是笔上还是有水分的，看到没有？虽然说甩不掉，但是笔上是有水分的，要留有水分。然后笔尖这样子啊，蘸一下就可以了，蘸2下也行。然后我们开始画啊，我们刚刚再来画一次啊，这种枝干我们再画一次，画一笔墨的枝干再画一次。来，从下面开始走，直一下，再走一下。这个墨蘸的有点少啊，太少了，我们再来一笔，蘸一下水。你可以现在画第2笔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笔尖蘸一下水，笔尖要有水啊，有水，转一下墨啊，直接这样子转一下墨啊，笔上有点散开了都没有关系，不需要去调。好，我们这样子画上去，一笔画上去，走。所以可以画一些这种小的细节。好，这一笔下去也是一条枝干，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啊，用点浓墨去整理一下。你看，加一些这种结，因为这个牡丹的这个枝干它就是这样子，这里可以开一个分叉，这里可以有一些分支。你看，我们在边上这里都加一些这种结，稍微的整理一下。这里还可以长一点这个枝出来。然后我们这旁边再来一条枝干，这个是一根主的，我们可以再来一根次的。好，一根主，一根刺，然后呢，我们要有一根穿插的，我们就从这一枝上，从这个上面来穿插啊，从这个上面直接从这里出来，来一根穿插。你看这一组枝干是不是就成立了？这一组枝干就成立了，一根主的，这一根主的，我们说3线穿插，这个3线穿插，你看我们这一组枝干就非常合理，一根主，一根刺，然后一根穿插，是不是非常合理的一组？然后我们最后画完之后，画完这个枝干，我们可以去把它调整一下，也是一样可以调整一下，加一些这种抬点啊什么的，把它调整一下。这种大小不统一的也可以调整一下，你不能画这个枝干上面的大，下面的小，那它就不合理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要调整一下。你看这些小的地方再来一些穿插啊，
再来一些线3线穿插，那这里也是3条线，1条、2条、3条，又让它有一个穿插，穿插里面又有穿插，穿插里面又有穿插，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只有1条枝干，然后我们又画了第2条枝干，然后有第3条枝干，第3条枝干之后，我们又有很多穿插的小枝干，那就无数的小枝干都出来了，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这么出来的。然后这个调整一下，来这里加上一些什么抬点呐、结呀。这个牡丹的枝干它是没有那么光滑的，所以有一些这种细节我们也要注意哈，一些细节我们也要做到，多加一些哈，多点一些，但是不要点的到处都是，点的太密啊，不要点的太密。好，你看一下这枝干，看到没有它的变化？这下面这里是不是最浓的？这里是不是最浓？然后这里是不是淡？这里是不是淡？颜色上浓的、淡的、枯的，你看这里是不是枯的？看到吗？这种枯笔就是这种浓墨这样子扫，它也会是枯笔。我们走快一点，我们笔走快一点，它就会成枯笔。如果走得太慢，它的墨水就堆在这里，它就没办法形成这种枯笔。所以你要快速走快一点，它才会成为这种枯笔。然后这是颜色上哈，要有浓有淡，还有这种枯。那在这个形状姿态上呢？姿态上，你看这些地方是不是曲的？你曲的时候，你画的时候怎么画？你就这样子画，蹬，画蹬笔啊，蹬笔，这样子蹬就出现这种曲的。然后你这种走快，你看走快，它就成了这种枯的，看到没有？枯的它同时是枯笔，也同时也是直的。你看是不是曲的？这边是曲的，这边是直的。我们要画出这个我们的这个5大要素，有浓淡枯曲直这种变化。然后这种枝干你要有主有次，还要有穿插，这个它就成立了。看到没有？这一组就非常成立的这个枝干。